太子殿下，季美人，有殿下在凤卿身边，凤卿总是能睡得这么香。季美人，为何宫中人都要伤害凤卿？因为凤卿的娘是一个来路不明的人，也是你母后口中所说的妖孽。我喜欢凤卿，凤卿她不是妖，她年纪虽小，但她聪明过人，总能想出许多古怪而又好玩的想法。太子殿下练剑，是为了保护凤卿。还有保家卫国。很好。但我从小身体就不好，薛大将军说我不是练武的好材料，所以我以后一定更加努力。我的伤口没了，宫中的太医都不及季美人啊！这滴血会令太子殿下强大，让太子殿下一生都好好保护凤卿和殿下的国土。定是会的。季美人，这颗宝石能送我吗？这颗石头天生具有灵性，将来它会去寻找属于它的主人。他日殿下贵为天子，愿殿下切记，万万不可将身上的血给予他人。人的善恶，只在一念之差。凤鸣定会谨记季美人教诲。人的善恶，只在一念之差。你来做什么？今日是殿下生母的忌日，我想殿下可能会需要一点温暖。殿下，我好喜欢。包婕妤，本王不需要什么温暖，本王是不可能喜欢你的。还有，请你自重一点，你是皇上的女人。殿下，我还不是皇上的女人。我跟殿下才是有缘人，要是殿下愿意，皇上定会把我赐给你的。真的喜欢本王？我喜欢殿下已经很久了。所以，本王叫你做什么？你都愿意了？姐姐，你当真去过瑶阁？那是太后最憎的季美人的住处，以后姐姐还是小心点儿。你以为我规行矩步，太后就会满意我吗？我在上元宫发现了她的秘密，倘若可以的话，她恨不得把我灭口。姐姐，瑞王都不再生你的气了，你还在想那水晶棺的事啊？季美人是瑞王的生母，也是我小时候的救命恩人。这件事情，如何能说放下就放下？只一个晚上的时间，就算是太后生疑想把她搬走，也不可能兴师动众，应该还在宫里，且在一个比上元宫还要隐秘的地方。救命！夏兰，救命！你有听到呼救声吗？好似真的有啊！走，去看看。好。救救我！求求你们救救我！太吓人了！救命！
参见皇后娘娘，参见皇后娘娘。都起来吧，这上面挂的是何人？回娘娘，现下还不知晓。那为何还不赶紧去救人？小子们不知上面吊的是人还是鬼呢？胡说八道！若是鬼怪，又怎会呼救？无双过去看看。救命！上面所谓何人？是我是宝洁鱼，赶紧放我下来！宝洁鱼，还不赶紧去把宝洁鱼救下来！诺。夜深人静，春夜寒冷，你为何会赤身裸体的被人吊在这里？嫔妾不知，嫔妾在宫中已就寝，睡到半夜，突然觉得一阵冰凉，醒来就发现被吊在上面了。是不是有鬼啊？有鬼吧？都说有鬼，可谁又亲眼看见过？再说皇宫乃至阳之地，鬼怪岂能进得来？皇后娘娘明察，臣妾真的是一醒来就被吊在上面了。曾经听闻人会梦游，会不会是这样？这不就是疯了吗？聂无双，你不要诋毁我！谁梦游了？你才梦游了呢！够了！大半夜的，一个个不睡觉，还在这胡说宫中闹鬼，这是在跟本宫作对吗？都先回去吧。皇上还在宫外巡视新君，此事本宫定会彻查。诺。启禀皇上，给兰国的和亲及求援国书将在3日之内抵达兰国。但是有一点臣不明白。你不明白的事儿多着呢，讲。这国书为何是给王太后而非兰王呢？兰国新君资历尚浅，王太后手里掌握着军权，萧凤鸣的半壁江山实质还在王太后手中。国书寄给他，以表敬畏之心。只有这母后答应了，萧凤鸣这乖宝宝才可以得到大义园离的盛名。国书明日就会到兰，公主和兰国和亲一事，势在必行。公主远嫁兰国，是你随她入宫的好机会。将军放心，我早已向皇上请旨。好好盯着萧凤清，圣女隐藏多年，只要她这个儿子出事，她马上就会现身，神鸟定会因此而出现。焦头明白，在兰宫的棋子早已布下，一切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娘娘，你起来了，快来梳洗吧。聂昭仪来看你了。娘娘，怎么了？是不是眼睛不舒服呀？自东林寺回宫后，哀家就一直没召你到上元宫。你以为就逃过此劫了？哀家吩咐你的事情未办妥，反而让聂无双立了大功。你觉着哀家该如何罚你？
起来吧。就你这胆识，如何成大事？你该学学你的妹妹云飞，她可比你果断多了。把茶喝了再说。杜太医，玉嫔娘娘视物为何会骤然模糊？杜太医，娘娘的眼睛是否会渐渐变盲？玉嫔娘娘，最近去过什么地方？接触过什么？喝过什么东西吗？自从东林寺回宫后，除了前几日太后召娘娘去了上元宫外，娘娘都没有离开过紫薇宫。这是什么药，杜太医？启禀太后，这药是从异域进贡而来，极其歹毒的慢性毒药。服下这药之后，能令人变哑，然后慢慢失明，接着会丧失六感，最后因全身肌肉萎缩而亡，生不如死。如此歹毒的药，可不能留在你们太医署，否则宫中永无宁日了。太后，何不将这药交给微臣处置？药？什么药？哀家从未见过，杜太医也未有，明白吗？杜太医，娘娘这病有办法医治吗？实在是抱歉，玉嫔娘娘这个怪病，微臣束手无策。杜太医，杜太医，不好了！瑞王的乳娘突然失声讲不了话，请你快到太医署去一趟吧。杜兄，你快告诉我嬷嬷中了什么毒？嬷嬷中的这个毒是从异域传过来的，毒性非常的强。初次服用会让人变哑，在家服的话会令人双目失明，更严重者全身萎缩而死。不过幸好，我爹以往研究过这种解药。若儿，不要信口开河，什么中毒解药，宫中怎会有这些东西呢？爹，玉嫔娘娘，是太后给你下毒了吗？她为何下毒？是否因你知晓了什么？玉嫔娘娘，你不用怕，你告诉我，你中的毒是不是跟凌嬷嬷一样？太后为何要加害于你？你就直说，我可以让皇上帮你。我不能让瑞王知晓，我是看见了季美人在上元宫密室里面，才被太后毒哑。你说什么？我不能说，我不能说太后把那水晶棺中的女人藏了起来。玉嫔，你真的渴望再见到我吗？因为我能让你开口说话，让你再度弑君，让你重新找回人生的尊严。我的眼睛越来越模糊了。太
太后她要灭我，那是因为王太后不及我有信义。我为何要相信你？你不相信我，又何必期待我再出现？对了，萧凤清最近有什么动静？太后给瑞王的乳娘林嬷嬷喝了跟我一样的毒药，林嬷嬷哑了。那萧凤清可知，你也是遭了太后的毒手吗？我不敢说，也不敢写出来。不过我搞不明白，为何瑞王牵着我的手，就能知道我的心里话。他的能力开始变化了，懂读心语了。你不需要知晓这些，你只要记住，王太后她给了你死路，而我是那个唯一可以让你有生路的人。我消失了，你的声音也跟着消失。来，喝下它，你的眼睛就不会有事了。明白。那我要如何才能找到你？你放心，我很快就会出现在蓝宫之中。不过你的声音我要先拿走了。哈哈哈哈！五弟啊，这个妙明湖果然是出色的将才。如今新军训练有素，而且气势如虹。短短2、3个月之内，他竟可以让新军焕然一新。朕定要好好封赏妙明湖，假以时日，咱们就多了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，征讨九辽，救援离国，就当做是咱们新军的磨刀石嘛。朕相信，不出3年，咱们蓝国即可拥有一支百战百胜的雄狮。先王的遗愿，很快就能实现了。凤青，哎，凤青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恭喜皇上，得了一位不世之将才。是不是这几日在宫里发生什么事了？凤青，啊？三哥，我有件事想要问你，请你一定要告诉我实话。这么正经的问，说吧，你三哥何时骗过你呢？我娘在哪儿？凤青，我虽知晓你娘在哪儿，但如今还不是告知你的时候。五弟，上一次你搜上元宫之时，不是找不着吗？你不要再听信谣言，这事就不要再问了，徒增伤感啊！我随便问问的，就算全天下的人都骗我，三哥是不会骗我的。启禀皇上，太后有旨，请皇上立刻前往上元宫。有何急事要找朕吗？离国求援的国书刚刚到。离国的国书，为何会直接给太后？看你的样子，是不是在李公公那边听到了什么？说，皇上息怒，
听说这并非只是单纯的求援国书，而是想与大兰和亲。这是离国离王今早给哀家的亲笔国书，薛卿家看看。原来是离王想把自己的皇妹高嫣嫁给皇上，以求援兵。薛卿家如何看这事？回太后娘娘，臣以为这离王发此密函，是因为我大兰迟迟未发兵救援，所以他有些着急了，想借和亲以示诚意，并敦促我大兰尽快发兵驰援。能够说动皇上的，如今也只有太后你了。哼，最主要是离国知晓我大兰的军权还在哀家手里。若是离国公主到了大兰，这颗棋子用得好，是对哀家有利的。若是我大兰发兵救援，谁是主帅，决定我兰国军心所依。薛卿家，有话不妨直说。是我薛家领兵，还是他妙明湖挂帅？是告知天下，这兰军是太后所掌，还是皇上所握？哀家自有分寸。回禀太后，皇上巡视新军回朝，沐浴更衣后已至上元宫。退下。诺。哀家给离国的亲笔国书如何了？已在送往离国的路上。母后已经给离国回函了。皇上不在朝中，离兰两国的书函当由哀家处理。两国联婚，绝非小事。母后为何要如此仓促的决定，而不跟儿臣一同商讨？皇上是不满意哀家做出的安排吗？自从皇上有了妙明湖统领新军后，跟哀家讲话都不留余地了。儿臣不敢。哀家也是为了你好，离国离王给哀家发来书函，就是恐直接向皇上提亲被皇上拒绝。若哀家也为难于他，只恐两国的邦交雪上加霜。皇上是哀家的骨血，大兰百姓何尝不是哀家的子民？南北分裂久矣，百姓苦不堪言，唯恐战祸。离国公主的和亲，会给离国兰国的百姓带来一时太平，于黎民百姓百利而无一害。在这宫中，上至皇后，下至嫔妃才女，不一直都是母后你一手安排的？当然，也有违背哀家意愿的。前段时间被皇上册封的那个聂昭仪，皇上都能宠幸一个一国歌姬，却容不下一个能制衡邦交的离国公主。这传出去，让子民们寒心呐！不是容不下，是离王和亲目的并不单纯，朕是不想引狼入室。若皇上担心她是离王的棋子，那为何不把她变成反将一局的棋子？天下的女子都会被情所动，只要皇上好好待她，就是再强的人，也会义无反顾、至死不移地守在皇上身边。皇上跟离国高嫣公主的和亲，是福是祸，全掌控在皇上手里，不是吗？母子不同心，有辱的是国体。哀家也是被逼无奈，才替皇上做的决定。
儿臣可以答应迎娶高燕，但望母后能够答应儿臣2件事。居然学会跟哀家谈判了，说来听听。第一，此次援黎要立妙明湖为主帅。皇上是想让哀家告知开国老臣，哀家相信皇上的新兵胜于他们。此次北伐必有风险，无人及妙明湖如此熟悉故乡。朕这么安排是不想折兵减将，让出兵事半功倍。那第二，望援黎回大兰以后，母后能够安葬季美人，让凤卿能够解开他对此事的心结。这不等同于告知天下，先帝并未忘却那妖孽，并一直把那妖孽深藏在宫中，让哀家替他守关。皇上，你想让你的母后颜面何存？母后请放心，儿臣定会找出一个最好的办法，来维护母后在天下间的威名。若哀家不同意呢？凤卿，你听着，我答应过季美人，要永远守护你。三哥是太子，长大后把你娘和宝石都找回来。真的？嗯。还有，你不要把自己当孤儿，三哥永远都是你的亲人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听德顺说，瑞王心情不太好。本王的事你不需要管。是见了皇上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不希望我的事连累到你。什么连累？我只晓得你对我有恩，你救了我哥，可以让他在兰国重新开始，你也救了我。是。你就在我三哥身边重新开始。皇上，皇上喝茶。皇上还在为离国和亲之事烦心。梓潼，你说母后为何总不与朕商量，就替朕做决定呢？皇上言之如此，臣妾也诚惶诚恐。说起来，臣妾入宫又何尝不是太后的意思？梓潼，你千万不要这样想。你我10岁便识，就算没母后这层关系，这个皇后你也是当之无愧的。如何？你作为皇后，对和亲之事有何看法？臣妾愚见，太后如此坚持，和亲之事已无回旋余地。但此事暂且看来，对兰国利大于弊。离国公主入了后宫，也越不过臣妾这个皇后，臣妾会盯住她，不让离国有机可乘。给离国公主一个有分量的封号，让她风光入览。再尊贵的身份，若是徒有虚名，谅离国也无计可施。梓潼周到，朕就封她为德妃，位列3妃。这样，
也可以保留离国的颜面。皇上圣明。皇上，还有一句话，不知当不当讲。皇后，请说。聂昭仪身份特殊，臣妾只恐皇上宠幸她之后，她会否恃宠而骄？万一……这个是皇后你的担心，还是后宫众嫔妃的担心？臣妾无能，不能为皇上分忧。关于聂昭仪一事，朕自有定夺。倘若他真危及大兰，朕定会亲自解决。新君成败，对皇上皇权举足轻重。臣妾明白，聂昭仪是牵制妙明湖的棋子。朕要牵制的，又何止是妙明湖一人？来看看这个方子啊！哎呀，这方子上次我哎，陈太医，你看这个药方行吗？这个方子，若儿，哎，我觉得爹，你回来啦？哦，皇上命太医署研制林嬷嬷还有玉嫔娘娘的解药呢。皇上来过了，是聂昭仪带来皇上的口谕，你再好好看看。哎，你过来一下。哎，那二位先忙。好。爹，怎么了？若儿，你刚进宫，还不知晓这宫中关系的微妙。玉嫔和凌嬷嬷既然被毒哑，自然是有人不想让他们开口说话。皇上虽默许聂昭仪研制解药，然背后定有人会迁怒太医署的。这解药研制的结果，那只能是失败。爹，你是不是晓得些什么呀？不要再多问了。玉嫔向来失势，凌嬷嬷不过是瑞王的乳娘罢了，我们没有必要卷进去。他们两个都是太后的禁忌，这件事儿只能让她慢慢淡化。时间一长，聂昭仪自然心中有数，啊。可是林嬷嬷，她不是瑞王的乳娘吗？瑞王是太后的眼中钉，你为何总在意他呢？啊？那个太医署刚进了一些药材，我先去看看。姐姐，你醒了。这个李公公为何还不来啊？奴婢一直等李公公请姐姐明日前往上元宫参加佛事，到此刻还未有消息。是做何佛事？就是王太后替云乐公主的胞兄每年都做的佛事啊，整个后宫都会去的。东林寺的师傅们都已经进宫了。是吗？夏兰，这宫里面有叫金阁的地方吗？好似在上元宫旁，先帝放经书的地方。
这后宫也太大了，该往何处走？听师傅说，皇宫里有很多珍藏的经书，有些抄本，甚至连东林寺都没有。保不齐就在这儿。哇！聂昭仪，清源小和尚，你没去佛堂做法事吗？或许是太后并不想让我去吧。小师傅为何会在这儿？你不也应该去做法事吗？我找不到回佛堂的路了。这里是金阁，从这儿出去向左，经过一个花园再往前，你应该就能找到了。太后，忙了一早晨做法事，要午睡休息一下吗？不用了，哀家已命人唤聂昭仪来上元宫。哎呀，不知为何，哀家这一大早就头痛。谁？是谁在哀家的御园？诺。启禀太后，东林寺撤离时遗下一个迷路的小和尚。今日是哀家做佛事的日子，不要难为出家人。敢问师父法号？小僧清远，叩见太后。太后万安。清远，抬起头来。佛事业已圆满，你为何还留在宫中？小僧找不到回佛堂的路，深宫曲折，小僧瞬间就迷途了。看你天生愚钝，一生都该在迷途。哀家问你，你的额头怎么了？是方才找路时不小心给撞伤的。你找不到回佛堂的路，都跑去哪儿了？小僧方才误闯了金阁，借你们佛经里。你竟敢私闯皇宫金阁！若不是哀家今日做佛事，你早已身首异处。难怪哀家一大早就头痛。罪过，罪过。你见到哀家就无半点畏惧。小僧眼里只看到了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。老？你这分明是藐视哀家！来人，杖责20，不要让他再出现在哀家面前。诺。下来，去看看。诺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
不知太后召无双来，有何吩咐？今日后宫做佛事，皇后和众嫔妃都在。聂昭仪，你可否想过，为何唯独没有你？全是太后的旨意，只因无双犯了错。犯了何错？是因无双传皇上的旨意给杜太医，研制玉嫔娘娘和凌嬷嬷失声的解药。那太医署把药研制出来了吗？这药无太后的允许，定是永远都研制不出来的。那你还三番五次仗着皇上的恩宠挑战哀家的权威？无双不敢，请太后息怒。打从你第一次进入兰宫，哀家就知晓你是第二个季柔桑。你一次次挑战哀家的忍耐力，却活到了今日。既然你仗义要为玉嫔和凌嬷嬷讨公道，哀家就成全你。喝了这茶，哀家便给你解药，一嘴换2张口，值得。今日是没选择的选择，哀家也让你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。太后方才所言，是否一诺千金？金口玉言，哀家从无戏言。无双还有一事，恳请太后。说。投奔大兰，是妙统领义无反顾的选择，请太后允许皇上重用。君以国为重，民为本，将才为守护基石。若是哀家不器重妙明湖，他怎会当上新军统领？谢太后，请太后替我谢皇上厚爱和瑞王对我的救命之恩。既然视死如归，为何还如此伤感？我不甘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家仇未报，无颜去见九泉之下的爹娘。真是愚蠢！到了此时，才明白自己生存的目的。哀家今日总算看清楚了，你是个人物。这仗义的冲动，反令哀家对你另眼相看。你要好好记着，今日你的幸运不是因为哀家的仁慈，而是因为你比玉嫔和凌嬷嬷更有存在价值。记着，你活着的目的是为了报家仇，而不是帮他人雪冤，不然你只能带着不甘心走向黄泉。除了换来死不足惜，还有什么？不要以为你被皇上宠幸了就想遮天。6宫嫔妃成群，可皇上的母后只有哀家一人，无人可替代。后宫上下都要揣测皇上的心意，而皇上却要猜度哀家的心思。如若你要借我大兰之力报你一家之仇，就不要再行差错，不然你跟那些没用的人一样，殊途同归。谢太后教诲。在这后宫里，缺的不是人，是棋子。你要体现你的价值，哀家
自然会如方才一样，扶你一把。哪儿来这么香的女人味儿啊？聂无双，你就算是化成灰，本王还是认得你。打扮成这样，想去哪儿啊？大兰原离在即，听说是让我哥当主帅是吗？我有点不放心，所以想去看看他。我还以为是离国公主高嫣要嫁入我大兰，你心里不舒服，想要找哥哥去诉苦。你说什么？高嫣要嫁入大兰？全大兰的人都知道了，看来有个人还被蒙在鼓里啊。是皇上不打算告诉你呢，还是见不到你，来不及跟你分享这个好消息？不过你放心，据我所知，这是老太婆一手策划的，是她先下的决定，才告诉皇兄的。谁在那边？参见皇上。小时候，我和凤青，不论开不开心，都会在这里玩耍。觉着累了，就会在这棵大树底下躺着。有时候，她还会不知不觉地靠在朕的肩膀上睡觉。其实朕有好几次想去翠花轩。兰离两国和亲，是两国友好的盛事，是件好事。难道无双你一点都没醋意吗？恕无双直言，醋意还是会有一点的。这是一种失落，还是种伤害？这次远离，是朕的新军第一次北伐。对于妙统领和朕的新政，都是个苦差。做皇上真的很难开心，是吗？做皇上要担心这普天之下的老百姓，做皇上还要担心在宫中放心不下的人。
你没事出现在这里做什么？参见瑞王，我正欲往瑶阁看病。你们太医属实很闲吗？本王的风寒都已经好了，还需要看吗？是谁无缘无故先出现啊？真是好人难做。哎呀，为什么每次遭殃的都是我的药箱啊？皇上，请用茶。你来的正好，朕呢刚装裱了几幅画，你过来看看。诺。看如何？画工精细，这盖印……哦，这盖印乃先王之物，这些画都是来自先王之笔啊。公主，你看这颗南海夜明珠真是巧夺天工。这是礼部尚书私人送来的贺礼。顾青红这几日有何动静？顾相国还没有表示。人呢？人也未到。我真是太自信了，我以为临别前他会来再见我一面。小人给公主请安。大兰皇上吉日已定，公主3日后即可启程南下。公主尊贵非凡，兰王赐封德妃。退下吧。恭喜公主，贺喜公主！公主未入兰宫，已列妃位，可见兰王有多重视公主。交通能陪伴公主南下，真是莫大的恩赐。我要把萧凤鸣的宠爱都集于一身。在离国，我输给妙芊芊的；到了兰国，我要加倍从聂无双身上赢回来。相国大人，我交代你的事情做好了吗？回相国大人，小人已在城郊替相国大人找了一处雅舍，但这气派不能和相国府相比。我要的不是气派，我只是要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把这儿的东西收拾一下，搬过去吧。相国大人，那是相国府。收拾干净，与公主做大婚的礼物。对了，把这里所有的桃树都移平。可相国大人，这公主是远嫁他方，这礼物该如何送给公主啊？公主说喜欢这儿的幽静，又一直想做这儿的主人，我就完成她一个心愿吧。小人明白了。公主，这是顾相国让人送来的信。都给我出去！出去！都给我出去！出去！只是一份不如意的贺礼而已，公主何须气得伤身体？顾青红，你是想要把我给你的一切全都还给我吗？
公主息怒，顾相国他也是一片好心，只是他福薄缘浅，承接不住公主的一片真心。皇上已经下旨，派顾相国护送公主出嫁南下。若然公主不快，不，这差事可不能饶了他。昔日重创妙芊芊，成就了一个聂无双，而今日在我高燕的心头狠狠地捅了一刀，也祝我能够无牵无挂地去兰国做德妃。交通，在我大婚之日，派我做件事。但凭公主吩咐。公主，这一步走出去，大家都无回头路了。到时候这一份，就是我送给顾青红的回礼。起火了！撤！撤！启禀大人，马匹业已安排妥当，辛苦。喂，接着巡视吧。公主，你马上就要嫁入兰国，距离我们的胜利只有一步之遥。焦桐会在兰国助你一臂之力。我是想替你分忧啊，就怕他们兄妹大难不死，投靠兰国国君。有这么大的靠山，那才是心腹大患。我到底要怎么说你才能相信？我这是替你考虑啊。防患于未然啊！你可以骗任何人，但你不能骗我，因为我才是你顾相国的护身符。你的顾郎可有对你信誓旦旦地说过，他的心里只有你？你俩可曾相好？大婚之后，方行夫妻之礼。是吗？难怪顾郎的气息只能在本公主身上找到。我的炼丹园里丢了一味忘情的丹药，能使人忘却前世。我猜这药啊，而今在顾相国手中，他留着给你吃的。大婚在即，芊芊何须忘情？你有勇气面对顾郎的真面目吗？
你放心，这绝非毒药。我只是想让你知晓，我从未抢过你的男人。本公主望顾相国唤我嫣儿时，顾相国却总唤我公主，而如今该唤我公主了，你却唤我嫣儿。这就是你说的能够令你我都得到解脱的办法吗？是。但当我想到在我和亲之后嫁入兰国，我会再次见到聂无双，也许我会跟他一起对付你，也许我会跟他再争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，兰王萧凤鸣。爱恨是没有用的，你的爱和恨只会盲目你的判断，让你变得更愚昧，而这种愚昧会影响到我在兰国的行动。顾相国已在门外等着了，等公主梳洗用膳后，便启程去往兰国。很快，本公主就能见到妙芊芊了。我还真有点期待，如今的聂昭仪见到本公主会是一副什么模样？杜太医啊，你竟然成了他人的猎物，浑然不知啊！微臣参见瑞王殿下，方才微臣在专心采药，因而并未发现，多谢瑞王及时提醒。微臣脸上有何不妥吗？不是，我记不起来你叫什么名字了。哦，微臣单名一个若字。杜若。哦，杜若，跟你这张俊俏的脸还挺般配的。哦，其实杜若是一种白色的小花，可以入药，是以微臣的名字其实是一味药。哦，那这药有何功用啊？啊，杜若药性微温，可益中明目，温中补气。敢问杜太医是否还有别的药材，跟杜若一样清新别致？哦，如白芷，这个红莲，还有苏木，这些名字都还雅致。不知瑞王问这个有何意呢？没什么，
本王府上最近来了几位歌姬，正在发愁要给他们取什么名字呢。看来这雨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下来了。该不会是老天爷安排本王在这边观雨吧？杜太医啊，要不要把衣服脱下来晾一晾？你是太医，应该比我懂的，这样会着凉的。哎，微臣不敢在瑞王面前失礼。你看你，分明就是着凉了。这段日子你一定是欠锻炼，下次你跟本王到军中训练一下，顺便培养一下你的男子汉气概。微臣也想去军中历练历练，只是太医署的公事过于繁忙。瑞王殿下，微臣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还在下雨呢。杜太医，你要抓的药好了。哦。杜太医，你没事吧？茂宇回来之后，脸色就一直不太好。怎么了？难不成你这药童还想给我把脉啊？乔恩不敢。去，给我倒杯热茶来。杜太医，已是第3杯热茶了，你没喝过一口。哦，是吗？德顺向杜太医问安。公公有礼了。啊，是殿下让德顺把杜太医的药箱给送过来。哦。当心。那瑞王说什么了吗？没有啊，瑞王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不是，我只是随便问问。啊，那杜太医有什么话让小的禀报瑞王殿下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小的先行告退。哎，等一下。这个是给林嬷嬷的药，日后就劳烦公公给她熬药，我就不去瑶阁看她了。德顺猜，杜太医是恐太后晓得你的心意吧？德顺公公，我送你吧。林公公来了，是皇上有何吩咐吗？明日皇族要去林场围猎，聂昭仪第1年进宫，皇上特让你明日随行同往。多谢皇上恩典。这在宫里可是史无前例的，可见皇上对咱们昭仪是多么上心。那还劳烦林公公代我谢过皇上。这是自然。听闻林公公最喜品茶，杨直，一会儿把皇上赏赐的极品御茶送与林公公。诺。这极品御茶可是皇上特别赏赐给聂昭仪的，我怎敢……林公公，你平时照顾皇上多有辛劳，闲暇时喝上一杯，定能神清气爽。你就别跟无双客气了。那就多谢聂昭仪赏赐。明日围猎，皇上会御驾同行吗？皇上与离国公主订婚在即，又要忙于国事，是以这次围猎就不再同去了。其实狩猎主要是皇后想给瑞王做媒，找来了2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，欲与众妃同行，不想让相亲之事来得太刻意了。婕妤，听说皇后娘娘这次安排围猎是为了给瑞王相亲的。聂无双的贱人，
也去吗？好似是奉了皇上和皇后娘娘的旨意，也许想让聂昭仪也看一下皇后娘娘带去的2个外亲，给点意见。聂昭仪为何会希望瑞王相亲成功？皇后那2个外亲，瑞王怎么瞧得上？婕妤英明，婕妤这匕首很漂亮。这是小时候狩猎，兄长送的。要一同带去吗？当然，说不定到时候能派上用场。今日的天是不错啊，风景明媚。不论是谁错过了没来，只要有聂昭仪同行，这郊游就足够回味了。听说这次围猎，皇后娘娘带了云妃娘娘的堂妹姚佩依，还有淑妃娘娘家的徐婉儿。看来这次的围猎是皇上想给瑞王挑选瑞王妃呢。不知最后谁能入得了瑞王的眼呢？你们也不必太过拘束。这次围猎叫你们来，就是想让你们跟瑞王多亲近亲近。谢皇后娘娘恩泽。皇后娘娘，你说这都走了快1路了，还没有跟瑞王说句话呢。你倒是心急。微臣救驾来迟。廖大哥，廖大哥，你终于来了。公主，你没事吧？廖大哥，若你方才没来，那些堂口把我杀了，你会不会伤心啊？有人吗？前面好似有个人。
是窦太医。叶无双，你命真大。微臣参见玉嫔娘娘、聂昭仪、宝婕妤。